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锁着的木板棚，棚里堆放着旧木箱、破椅子、3条腿的桌子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木板棚的周围长满了草，简直快要把木板棚淹没了。猫妈妈快要生小猫咪了，她看中了这个地方。这座木房子太好了，猫妈妈高兴地想，我的孩子就要在这儿幸福地长大。一天夜里，猫妈妈爬上木板棚，从棚顶的一个洞钻进去，在里边生下了2只小猫咪。猫妈妈忽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它了。小猫咪还没生下来，猫妈妈就给它们想好了名字，要是生2个，大的就叫小宝，小的就叫小贝。要是他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孩子，就可以说我的小宝贝，这样又说了小宝，又说了小贝，多好，这是个很聪明的猫妈妈呢。我得给他们吃最有营养的东西。猫妈妈想，让他们都长得胖胖的，就跟2头小肥猪一样。这样2只小猫咪还在吃奶的时候，猫妈妈就把它们每天该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。想让它们多吃鱼，又怕鱼刺卡了嗓子；想让它们多吃糖，又怕它们长虫牙。猫妈妈一边盘算，一边写着，写出来又涂掉，涂掉了又写上去，好长时间才定下一份食谱。我们只看其中2天的，就知道2只小猫咪将来有多么幸福了。早点、午餐、晚餐。第1日，鲜奶2瓶，小鱼4条，清蒸小耗子4只，活蚂蚱4只，鸟蛋4个。第2日，虾汤2碗，蝈蝈6只，糖醋小耗子4只，新鲜鱼干10个，蝴蝶12只。过了不几天，猫妈妈就发现2个孩子不一样，小贝比哥哥小宝身体长得小，也弱得多。小宝能站稳的时候，小贝的4条腿还是软绵绵的，等到他能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，小宝已经在妈妈身旁跳来跳去的淘气了，就连叫的声音都不一样。小宝叫起来是喵，虽然细声细气，却已经带出一点猫的威风来了。小贝听见哥哥叫，他也学着叫，可他叫出来的声音却是鸡。猫妈妈听见这样的声音，不禁有些生气，她对小贝说，怎么，你是一只耗子吗？为什么这样叫？小贝很不好意思，他也觉得哥哥叫得好听，他想叫得好一点，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又叫了一声，不想叫出来的还是鸡。小贝听了自己的声音，难过的流出眼泪来，而且因为这次叫得太用力，他4条小腿儿发软，摇晃了一下，栽倒在稻草堆上。猫妈妈看了这光景，不由难过起来，她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，这孩子，我看怕是活不久呢。